的凡人，只能去死了！卢林峰，回舱里去，小心伤着。哎！你们都在这儿啊？没人出去帮忙吗？我们若是帮忙，岂不是给玉帝脸了？哎，你还真是急脾气。完了事儿，卢县尉自会叫我们。御史，来，过来喝水。来，御史放心，没事的。行了，出来吧。这也太快了吧，水还没喝完呢。哎呀，早知道你是个疯子，卢凌风就不应该把你从网里救出来。要不是我，船早都翻了，你们都得葬身河底。嘿，他，谢御史，您看此人应该如何处置？哎，苏兄、卢兄，二位在京师赫赫有名，全听二位的。那不行啊，苏明如今啥也不是，白衣之身啊。卢某也只是云顶县尉，赴任途中不可跨境办案。此人在河上欲夺船行凶，该怎么处置，还得御史定夺。待大船靠岸，送至当地官府，必是死罪。只是。什么东西？苏无名，他问你的。我也没见过呀。传说中，陆地上有4不像，这水中有一种凶兽叫5不像。我看它的爪子像巨蟹，还有触角。水中之物为何会有翅膀啊？还有蝎子一样的尾巴。破者，鲨头蝎尾蟹爪，章鱼触角，蝙蝠翅膀。我想起来了，这就是书中所记5不像。破者，你这时候想起来它叫啥有什么用？它是要吃人的。
好，好，快！他把我的驴宰了！宰驴应该就是为了喂它的，快点吧！奶奶的！救我！哎呀，前面的那个小码头荒废了。这地域图上标注，这离千重渡还有40余里啊！我需就近寻找新的渡口过河。西行上任，不能再耽搁了。他们第一个要杀的，好像就是你这个急着去巡边的御史。对呀，你忘了那个老金族让咱们……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，留作抵当。您只要写下姓名、官职、营生即可。他那就是在确定御史你的身份呐。没错，本来我等应该是平安无事的，都是因为他那个监察御史，才险些命丧大河。对了，我听您说，前2任监察御史皆未如期到任，不会是？有何不会？我看肯定是过千重渡时葬身大河了。这要说呢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御史西行了。只是他们的行为过于古怪，比如渡船不渡马，但这收马的价钱又压得不是很低。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？哎呀，人家谢御史着急西去建功立业，说这么多都没有用。来，非也，既有诸多可疑之处，焉有失察之理啊？如此甚好，只是要想把这伙贼寇一网打尽，光凭咱们几个恐怕得借兵。借兵？御史，请看，从这里下船，到这个何塞守捉城不足20里，请御史亲往，向这个守捉使借些兵来。这个事儿，他别人去不好使啊。可是这20里地又没有马，要耽搁多少功夫啊？更何况这天色即将大亮，那伙贼人要是到大河之上寻船不见，他定起疑心呢。谢御史说的对，当务之急就是要快。我区区20里，我一个来回用不了多大功夫。我可不是想跑啊！我这条命是被你们救回来的。世上无神仙，只有神仙心肠的诸君。玉帝这是幡然悔悟了。被挂在那船帮上，我仿佛已经历了一轮生死。之前臆想，竟因少时多灾，九死一生而至。如今悔不当初啊！可惜你跑这一趟，守捉使怎会信你？这我当然知道，我可背上谢御史。背上他，你还跑得动吗？有何不可？我在山间练脚力，背的都是100余斤的巨石。
谢兄现在还信任此人吗？我的祖上有功于社稷，造福的还不就是这芸芸众生吗？经历此劫，这个玉帝应该已经脱胎换骨，我信得过他。老爹娘，先叫唤什么？回来了，船回来了。爹，我还没有派人去巡船呢。我也没有。何人驾船而来？不知道，不过船头好像站了一个人。金族年纪虽大，但眼神却像鹰隼般犀利。没错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今日他们就得到了5匹马，而且轻而易举。这日积月累的，他们会得到多少匹马？造反！卢县尉，你觉得？为社稷安危，必毁千重渡。爹，那个家伙好厉害，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取我弓箭。你冷啊，力道不够了。尔等听着，我乃新任韩州云顶县尉卢林峰，缴械投降者，从轻发落。柱子，好大的口气！杀了他！真有弓箭，苏无名，不会又让你猜对了吧？加把劲儿吧，方向没问题，很快就能靠岸了。上！加把劲儿，马上就能靠岸了。别放开啊！义兄，你们就放心让卢凌风一个人啊？哎，樱桃，要不辛苦你上去帮帮卢凌风。上船抓人！
武艺哪儿学的？太稀松了吧？还想做我阿兄？你配吗？我插死你！老徐，你看，尽数拿下！谢御史真是急脾气呀！你不等审完罪犯再走吗？我虽为巡边御史，但是审讯罪犯不行。苏卢二兄皆为县尉，又在大理寺做过少卿，那自是行家。这是谢某的亲笔，作为朝廷的巡边御史，我允许卢兄审理此案。经此磨难，我方知西行之路艰险万千，也许前路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，甚至奇奇怪怪的案子。有了此信，卢兄方可相机而行，破获诡案，击杀贼寇，直至云顶。哎，老谢，你有这个权利吗？还真有，不过要用项上这颗人头去担保。卢兄乃是范阳卢氏出身，与苏兄同为嫡公弟子，信得过。我愿意用这颗脑袋去保。多谢谢御史。谢兄啊，你真的要带玉帝走？那是，搬兵的路上已经谈妥。你不怕他带你回天庭？不怕，玉帝执念已消。这么有把握？不然的话，在搬兵的路上，他就可以把我扔下，自己跑了呀。有道理啊。这个人呢是个奇人，他跑得比马快。此番西行，他为我牵马抵消罪责，未来谢某建功立业之际，也不会亏待了他。哎呀，如此甚好。谢兄与玉帝相互成全，可喜可贺。大胆老贼！这名册之上，共有5位监察御史被勾，可是被你等谋杀。要杀就杀，啰嗦什么？既如此，我只好先斩后奏了。来吧。爹，慢着。莫杀我儿！我说，爹，我曾犯死罪，幸得燕国公救我性命，让我戴罪立功。可惜，燕国公为朝廷征战到60岁，却被诬陷下狱，含冤而死。你知道是谁诬陷他谋反吗？就是一个监察御史，小小官吏，3言2语便置忠臣2将于死地，可恨呐！你是黑齿长枝的部下？正是。燕国公确实死得冤，闻其逝者，无不扼腕。但那是天后之时的事，
朝廷也已为其平反。闭嘴！我今日杀了你，明日为你平反，可乎？燕国公罹难是在永昌元年，而你第一次谋杀监察御史是在高宗年间。你在这儿信口雌黄，是想借燕国公之冤，为自己减轻罪名吗？你可知我当年为何犯死罪呀？谋杀监察御史。对呀，那又如何？我曾祖父就是千重都的禁令，我祖父、我爹曾经也是，就是因为来了一个监察御史，也不知道怎么没把他伺候好，他就上书朝廷，关闭了千重都。结果我爹就当不成禁令，一怒之下他就宰了那个御史，他活该。那位监察御史上书关闭千重度，可是因为核心窝。是又怎么样？你这小女子怎知陈年旧事？诸位是不是还记得，他曾说过，前隋炀帝时湖水肆虐，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3倍，深度更是莫测。卢县尉，请看这幅古画，应是大河涨水前所绘，核心窝可能是这些怪石所造成的。水中漩涡多种多样，江河水道在急拐弯处最易出现。若此画记载的是大河涨水之前的景象，那么这些怪石如今必沉入河底，它们的存在会挡住水流的去路。被迫退回来的河水又遇上后面涌入的水流，再次冲向这些怪石，可还是被挡了回来。如此这样，进而又退，退而又去，来来回回的水流只能原地打转，形成漩涡。哎呀，喜君，你不仅对画上之物过目不忘，亦能洞察山水之道啊！真是让人佩服。核心窝乃涨水所致，但那河中巨兽，可是你所养？是又怎样？我第一次遇见他时，他身长不过1丈。不对呀，你们碰到我爹养的鱼，竟然能活着回来。如此说来，多年前建议关闭千重都的监察御史，才真是慧眼如炬。可惜，被你谋害。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家族，我杀他无悔。报！卢县尉已查到私藏马匹共1052匹，同时捕贼727人，弓箭、刀枪、唐槊锤等兵器共1000余件，这是明细，请您查阅。这是什么？尔等隶属什么组织？谋反，受何人指使？你少吓唬我爹，我爹是不会回答的。要杀就杀我吧，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。会主。
疼死我了！这马再快也没有我那匹老驴骑着舒服啊！杭州已遥遥在望，云顶也快了吧？云顶虽属杭州管辖，但在最西边，离杭州城远着呢。哎呀，这人生的事啊，没有一件是不难的，哪怕是只想喝一口云顶的酒。我们已在戈壁上走了好久，再往前亦是大漠，恐怕再也看不见青山绿树了吧？那倒未必，就在杭州城外有一座太阴山，号称是人间月色最美的地方。那里峰峦叠翠，绿树成荫，且四季如春。那在山中漫步，据说如江南四巴水。竟有这样的好地方，那一定要去看看。我听师傅说，江湖上有个特别的组织，好像叫太阴会，是不是就跟太阴山有关？这是一桩陈年旧事了。100年前，我大唐开国之初，西北有一个枭雄叫段轨，受杭州6姓豪族的支持，割据称王，后被我太宗文皇帝所灭。那武艺高强的段轨，激战中失去了右臂，仍能用左手持刀杀我大将数名，最后登楼自焚而死。你说的那个太阴会，就是段轨的后人组织起来的。会众皆崇尚月光，他们说我大唐为土德，并崇尚日光，正是月光之敌，用此妖言控制会众，与朝廷作对。哎呀，要我说，这什么太阴山，咱就别去了吧。万一碰到什么歪门邪道的人，咱可就危险了。不会了，天后时恩师多次上书，朝廷已经派兵把他们都清剿干净了。哦，等一等，啊，传说中的段轨，骑的可是犀牛，是不是犀牛？我记不清了。没错，就是犀牛。书中记载，那犀牛头生3角，锯齿锋利，可冲破千军万马。你是说，千重渡那帮贼人，肩膀上所刺的就是3角犀牛，而且那个少金令，他曾扬言说，要杀就杀我吧，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。会主，犀牛。罗凌风，你是怀疑那些人是太阴会的余孽？廖刺史，今日礼佛已有1个时辰，可到禅房喝茶了。请。法师，此番廖某来寺院，并不仅仅因为3日一礼佛的习惯，还有件事想跟法师商量。廖刺史，请讲。最近的杭州，虽看上去平安无事，但暗流涌动，盗窃、凶杀等案频有发生，马蒙这位司法参军都忙不过来了。这个时候，母
魔石大师的舍舍利仍放在寺院就不安全了，这可送到宫廨存放。哎，大师，法师，你不是要请我去禅房喝茶吗？远和，送客。是，法师。法师，舍舍利的事情可不是儿戏。如今太阴会死灰复燃，聚集大量会众图谋不轨，我怕他们觊觎魔石大师的舍舍利，宝物一旦被他们盗去换了金银，用来对抗朝廷，那可不得了啊！我即刻闭关，诵经7日，以消除廖刺史的贪念。谁有贪念了？无量，无量！舍舍利是韩州至宝，不是你惠安寺自己的。倘若有失，落在太阴会的手里，你是要掉脑袋的。施主，您今天恐怕来的不是时候。受人之托，劳烦小师傅通报。是。师傅要闭关修行，不管什么事，7天后再来。哼，这老和尚简直是不可理喻。魔石大师的舍舍利万一被盗，就是韩州的劫难。田长史、马参军可不能掉以轻心呐，要立刻往惠安寺加派人手。那只能从韩州仓调兵了。对，就从韩州仓多多益善。都怪那无量，不肯把舍利交到刺史手上。说什么呢？什么叫交到我手上？是放在刺史李氏的宫廨。对，宫廨。田畴语失，请刺史见谅。那进山围剿太阴会的事，前2次都无功而返，而且连太阴会的老巢都没找到，被都督府他们好一番嘲笑，还要再去围剿吗？田长史的意思是，我也觉得可以先放一放，更何况太阴会那边又没有闹出什么大动静，何必招惹呢？可是最近有猎人称，在太阴山上见到过一种奇怪的野兽。前汉时，西域诸国所献珍禽奇兽走失太阴山的事，谁不知道啊？太阴山有什么奇怪的野兽都不奇怪。哎，可那野兽巨大，状似犀牛，头上3只脚，又有锯齿。我怀疑是通天犀。通天犀？那是志怪书里写出来的，一定是那猎人出现了幻觉。对呀，这种事你也信？还到我这里来说？太阴会闹得越来越厉害，我怕不管，韩州会越发人心惶惶。谁说不管了？你去城里加紧搜查，州府和太阴会势不两立，这种态度是从始至终都没变。是。怎么，事儿办得不顺？惠安寺寺主无量法师，今日起闭关修行，要7日后才见人。随便给个谁不就行了吗？怎么还要赶路的？啊，这个宝物呢，当然是要交给寺主本人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吃饭吧。我刚才看见一个叫天宝楼的，那个酒香飘出来，我简直受不了了，我都。好，
就天宝楼，大家一路辛苦。今天啊，美酒佳肴管够，我请客。2块银锭，你好意思吗？官府从韩州仓调兵，这是多大的事儿啊！这消息确实挺重要的，可我这边也不富裕啊。我把具体调兵人数告诉你：10块，我身上就带了8块银锭，全给你，成交。怎么啦？嘘。消息准确吗？这么机密的事儿，你怎么知道？问多了吧？江湖规矩。官府巡查，巡查。马参军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没你的事，走开。是。你干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杀猪的。马三军，没错，他是杀猪的，总在我这儿喝酒。师弟，师傅带咱们来韩州，是来行医的，你可不能惹事儿啊！啊，就是啊，你这个师弟太年轻了，人家是当官的，咱惹得起吗？这位上官，你是也要看他的肩膀是吧？我帮你，一边去！来韩州行医，去惠安寺做什么？我们这行……问你了吗？我们这一行，每到一个地方，都会先去当地的寺庙拜拜，求佛祖保佑。拜佛？怎么又去了后院禅房？想见寺主无量法师做些功德，结果没见着。想看我的肩膀是吧？你手上有把利器，练过武，假冒郎中来韩州，是想为非作歹吧？哎，郎中可不是假冒的啊！不信我给你看看病啊！韩州不需要你们这些江湖骗子，尽快离开，否则本司法参军马蒙随时拿你们。马参军放心，我们尽快离开。尽快！反朝廷的太阴会死灰复燃，最近很猖獗。这些人的左肩上通常刺有一只怪异的犀牛。任何人一旦发现线索，要即刻上报。胆敢姑息，与逆党同罪。是。提心吊胆的，他不就是个司法参军吗？你干嘛不亮明自己的身份呢？我又不知道他的底细，为何要亮明自己的身份？只是这种被别人拿刀指着的感觉，确实跟做大理寺少卿截然不同。陆凌风啊，陆凌风，你真是今非昔比了。
既不卑不亢，又不招惹是非，有长进。无法乱，斧头岸，马鸣萧萧，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暗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。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信仰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